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习近平第四任真要靠默认拿下吗？最近党内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表面上看不是在谈经济，而是在谈党怎么管党，是在谈集中统一领导，是在谈更严格的纪律，也在谈下一阶段谁来接这个位置。这类信号放在别的国家也许只是一次普通会议上的政治口号，但放在中共体制里，它往往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最高层还没有想清楚，或者不愿意公开想清楚，未来到底要怎么交办。第二，越是这个时候，越说明现任领导人还想把局面继续往后拖。所以今天这期，我想把问题讲直白一点，不是简单问习近平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而是问，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真正能接盘的人，他是不是反而最有可能继续留任，哪怕这种留任不是赢出来的，而是别人都不敢接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默认胜出，不是因为他现在有多受欢迎，而是因为替代方案更危险。先说一个最重要的背景，中共高层真正决定大方向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会议的表态，而是权力层内部对未来几年风险的评估。如果他们觉得换人之后会更乱，更容易翻旧账，更容易引发派系冲突，更容易把整个体系拖进不可控状态，那他们就会倾向于维持现状。这也是为什么围绕习近平的第四任期问题，不能只看他本人想不想继续，还要看党内其他人敢不敢接。如果没有人愿意接，或者接的人不够强，那留任本身就会变成一种最容易被体制接受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能不能连任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了谁最不适合马上接班的问题。而真正把这个问题推到台前的，恰恰是接班人名单开始越来越模糊。这几年围绕可能的继任者，外界反复提到三个名字：胡春华、丁薛祥、李强。这三个人不是同一类人，也不是同一种路线，但他们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高层现在最怕的不是没人想上，而是上去以后立刻出事。先看胡春华，胡春华在很多人眼里一直带着一种改革派候选人的影子，他有比较完整的地方治理经历，也有较强的行政履历，而且长期以来他都被视为那种比较稳、比较能干，也比较容易和不同系统打交道的人。更关键的是，胡春华过去一度被看作是接班序列里很靠前的人，这种位置本身就决定了他不会被轻易忘掉。但问题也在这里，越是这种曾经被看见过的人，越容易在后来的权力斗争里变成危险变量。胡春华最大的特点不是他今天有多强，而是他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政治变化。如果他上来，外界很容易联想到几个问题：要不要重新审视过去几年的政治路线？要不要查一查高层旧账？要不要重新讨论一些被压下去的人和事？对一个极度重视稳定的体系来说，这几个问题本身就足够让很多人紧张。所以胡春华的难点不只是他是不是一个好接班人，而是他是不是一个会把局面掀开的接班人。对于改革派或者希望体制松动的人来说，他当然比很多硬线人物更有想象空间，可对党内保守力量来说，他一旦上位，风险不只是换人，而是旧账重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胡春华虽然一直被反复提起，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一个可以顺利接班的状态。再看丁薛祥，丁薛祥的优势很明显，他离权力核心更近，在组织体系里也更顺，而且按照中共内部那套论资排辈和位置排序的逻辑，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程序上说得通的人选。问题是，程序说得通，不等于政治上站得住。丁薛祥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他太像一个典型的行政执行者，而不是一个真正拥有独立政治声望的人。他长期在中枢系统工作，熟悉秘书、协调、上传下达这一套，但缺少那种能压住全局的地方主政经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他做到最高位，外界很容易把他理解成另一个更温和的习近平。可如果只是换成一个温和版本，那很多人就会问，换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对保守派来说，这样的接班人未必够稳；对改革派来说，这样的接班人又未必够新。
对官僚系统来说，他可能也缺少足够威望去压住各方。所以丁薛祥有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他看起来离终点最近，却也最像一个随时可能被证明不够用的人。这类人最大的风险就是被拿来过渡，而不是被真正扶正。第三个是李强，李强的情况比前两个人更复杂，因为他既不像胡春华那样自带改革联想，也不像丁薛祥那样完全依靠程序位置，他更像一个现实主义的妥协型人物。李强的优点在于他有地方治理经验，也有比较完整的行政经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干过，这让他看上去比纯秘书型干部更有分量。同时他在很多场合给人的印象比习近平更务实，也更愿意做协调，更能在不同派系之间周旋。如果说胡春华代表某种潜在的变化，丁薛祥代表体系内的安全延续，那李强代表的就是一种勉强能让大家都不翻桌的方案。可问题也在这里，妥协型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很难真正解决核心矛盾。如果他只是一个协调者，那党内各派就会继续试图影响他，利用他，压制他。如果他想更强一点，又会马上触发别人的防备。所以李强即使上去，也不意味着局面会轻松。相反，他很可能要同时面对两件事，一边要稳住内部，一边还要面对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持续压力。说到这里，其实就能看出来，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答案。胡春华意味着重新开箱，意味着旧账可能翻出来；丁薛祥意味着延续，但也意味着缺少真正的权威；李强意味着折中，可折中往往也意味着不彻底，意味着问题只会被延后，不会被根本解决。那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局面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当所有替代方案都显得不够理想，现任领导人反而会变成最安全的那一个。这就是默认连任的逻辑。不是说大家真心认为他表现最好，而是大家都担心换掉他之后会更糟。从中共的政治习惯看，这种判断非常现实，他们不一定追求最优解，更常追求的是风险最小解。如果接班会引发派系震荡，如果会刺激历史旧案，如果会让官僚系统重新站队，如果会让高层安全感下降，那维持习近平继续坐在位置上，就会显得更像一种保守但可控的选择。而且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习近平本人其实最不想离开权力中心，这一点一点都不难理解。只要他还在位，他就还掌握主动权，还可以继续控制节奏，还可以继续决定谁上谁下。一旦他下来，很多原本被压住的事情就有可能被重新翻出来，包括权力斗争，包括人事清算，包括过去几年围绕他和核心圈子的各种传闻和指控。所以从他的角度看，继续留任不是单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安全。从党内其他人的角度看，继续留任也未必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如果真要马上换人，他们首先要担心的不是新领导人有多先进，而是他会不会把整个系统拉进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观察者最后得出的判断，不是习近平一定会赢，而是如果没有更好的人选，他就最可能赢。我觉得这个判断在中国政治里是成立的，因为中国政治很少按道理走，它更像是在一堆风险里找一个暂时还能撑住的方案。如果这样看，习近平的第4任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野心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体制选择问题。谁都知道它有风险，可问题是替代它的方案风险可能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真正决定他能不能继续做下去的，未必是某一次公开会议上的一句口号，而是党内那帮人对换人代价的集体计算。只要这个计算结果是换人更乱，那习近平就还有很大概率继续留下来。这里还要补一个背景，很多人看中共政治喜欢盯着人事名单，盯着谁上了谁下了，谁被点名，谁被边缘化。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只是表层，真正更关键的是体制什么时候开始把未来说成一个需要重新处理的问题。当一个政权开始反复强调纪律、集中统一、全面从严、组织原则，而不是谈更大的开放、更明确的制度化交接，
更可预期的政治程序，你就知道他的关注点已经不是增长本身，而是控制本身。这次党内释放出来的信号就很像这种变化，它不太像在宣布一个积极的经济转向，更像是在提醒全系统，先别问将来谁接班，先把眼前的队伍管住。这种语气在中共历史上并不陌生，越是接近重大节点，越容易看到体制把注意力收回到内部。因为一旦外部环境变差，或者内部对继任安排没有共识，最先被摆上台面的往往不是开放改革，而是重新收紧。所以你会发现，当外界还在问经济行不行的时候，党内其实已经在问另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出现权力真空，谁能保证局面不散？这就回到了接班人的逻辑。胡春华为什么总会被提起？因为他像一个可以想象的变化，一个真正有过接班预期的人，哪怕后来被压下去，也不会完全从记忆里消失。它代表的是另一条历史线索。丁薛祥为什么会被讨论？因为它像一个程序上可行的答案。在一个高度依赖组织秩序的系统里，很多人会本能地倾向于选择熟悉的人，可控的人，不会突然失控的人。李强为什么重要？因为他像一个现实中最容易被接受的人，不是最强，也未必最有个人魅力，但可能是最能让各方暂时不翻脸的人。可问题是，这三个人都不是稳定答案。胡春华的风险在于，他的上位会让很多被压住的旧议题重新浮出水面。丁薛祥的风险在于，他缺少足够厚的政治根基，很可能压不住更深层的派系博弈。李强的风险在于，他看似更灵活，但灵活的人在强人政治里往往最难掌握边界。这三种风险加在一起，最后反而会抬高习近平的相对优势。因为体系一比较，会觉得现任虽然有问题，但至少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边界在哪，知道他会怎么用权力，也知道他不会突然把整个桌子掀翻。从体制心理学的角度看，这非常重要。一个不确定的接班人，常常比一个已经被批评很多年的老领导更让人害怕。更何况，习近平执政这些年，已经把很多关键杠杆牢牢收回到了中央。他在组织、人事、宣传、纪律、国家安全这些领域，都尽量避免出现真正独立的权力中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自己也在不断削弱接班的土壤。因为一个体系越是围绕个人设计，它就越难顺利生成一个无需巨大震荡就能接上的替代者。这其实是很多强人政治最后都会碰到的问题。前面靠集中权力解决分裂，后面又会因为过度集中而找不到交班机制。所以习近平今天的优势，不是来自一个轻松顺畅的制度，而是来自一个他亲手做的更依赖他的制度。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他越成功的控制局面，他就越难让别人相信离开他也能稳。而只要别人不相信能稳，他就更容易继续留在位子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习近平第4任期像一种默认结果。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因为他抓住的不是民意，也不是某种漂亮的政治设计，而是最现实的组织逻辑。只要接班人不够硬，只要党内对未来不够一致，只要换人代价高于留任代价，默认就会变成最可能的答案。再往下看，这件事对中国经济也会有影响。如果一个领导人最关心的是延续安全，那政策会更偏保守，更偏稳字当头，更偏防风险，而不是去做真正高强度的结构调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很多深层问题可能还会继续被拖着走。房地产不会因为口号自动恢复，民营部门不会因为表态就真正恢复信心，地方财政不会因为一场会议就突然好起来，外资也不会因为一句稳定表态就立刻回流。在澳洲看中国经济，这种拖延感其实非常熟悉。澳洲市场和资源行业经常要判断中国需求，但最麻烦的就是中国的政策信号常常不是按照市场逻辑发出的，而是按照政治安全逻辑发出的。这会让很多外部观察者误判节奏。比如说，如果你把中国政策变化理解成纯粹的经济周期，你就容易低估政治风向的作用。但如果你知道接班问题和权力稳定，
本身就会影响政策，那你对房地产、地方债、消费恢复、民营投资以及对外开放节奏的判断就会更谨慎。这也是澳洲视角里一个很现实的点。澳洲不是中国，不会直接参与中共内部的权力博弈，但澳洲会直接承受中国政策变化的外溢效应。铁矿石、煤炭、液化天然气、教育、旅游、移民情绪，这些都和中国内部的稳定预期有关。如果北京更保守，澳洲市场就会更关心需求是否继续放缓；如果北京更强调控制，澳洲的企业和家庭就会更在意外部环境是否还会继续收紧。所以这不是一个只属于北京的政治问题，它也会传导到澳洲的现实生活里。再说回那场唐山纪念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盯着习近平有没有出席？因为在中共政治语境里，重要纪念活动不是普通仪式，它是政治信号。谁出现，谁缺席，谁讲话，谁站边，谁把调子定得更高，这些东西都可能比正式文件更值得看。如果一个本该出席的人没有出现，外界自然会联想到是不是身体原因，是不是内部安排，是不是刻意回避某种象征，这种猜测值，所以会不断出现，就是因为中共政治从来不喜欢把真实变化写在明面上，他更喜欢通过缺席、陪同、座次、通稿语气以及特定词汇的重复来表达真正的权力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没去参加活动，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系统都在用低声量的方式告诉外界，接班问题和权力稳定还没有真正解决，而只要这件事儿没解决，习近平留任的概率就不会低。还有一点值得提醒，外界在看中共权力更替时，常常会误以为只要某个人年纪大了，或者任期到了，交班就会自然发生。但中共不是这种逻辑，他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时间表，而是有没有安全感。如果安全感不够，时间表就可以被拖延，制度惯例就可以被改写，本该出现的接班动作也可以被无限后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本来应该是制度问题的东西，最后都会被处理成政治忠诚问题。谁更可靠，谁更听话，谁更不会追责，谁更能保证不出事，这些判断往往比资历和能力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习近平在一些具体政策上遭到抱怨，即便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即便社会情绪并不轻松，只要党内没有一个足够强、足够稳、足够让大家放心的人选，他就还是会处在最有利的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支撑他第4任期想象力的，不是他的个人魅力，也不是外界对他有多认可，而是整个系统对变化的本能恐惧。这点放到今天的中国政治里，其实比任何口号都更重要。因为一旦一个体制长期靠恐惧维持稳定，那它越到关键时刻，就越倾向于选择熟悉的高压控制，而不是冒险进入一个未知的过渡期。所以说到底，习近平第4任期是不是一定会发生？现在谁都不能拍胸脯。但如果按照中共体制一贯的运作方式来看，如果替代者始终不够强，如果党内始终无法形成共识，如果大家都觉得换人更危险，那么他继续留下来就不是奇迹，而是最符合体制惯性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他会不会更强的问题，而是一个别人敢不敢更换的问题。只要后者没有答案，前者就会被不断推迟。当然，这不等于说局面已经定了，中共高层的事最不能轻易下结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最后一刻突然变脸。所以今天看到的这些信号，更像是一次提前摊牌前的试探。有人在放风，有人在观望，有人在等别人先动。而在这种局面下，最占便宜的往往不是最强的人，而是最不容易立刻出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接班人没有真正成型之前，习近平继续留任，反而会越来越像一种默认选项。如果你问我这是不是最优解，当然不是。但如果你问我这是不是中共体制里最容易发生的结果，我会说很有可能是，尤其是在一个越来越讲控制、越来越怕失控的系统里，不换往往比换更容易被接受。对习近平来说，这可能就是他第4任期最大的现实基础。
对党内其他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他们最无奈的共同选择。对外界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政治仍然不会轻松。因为只要接班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权力斗争就不会结束，只是会变得更隐蔽、更克制，也更难被外界直接看见。站在澳洲这边看，这种体制最让人警惕的，不是它什么时候公开冲突，而是它在公开稳定的表面下，其实一直在算下一步怎么保全。这和澳洲的制度很不一样，澳洲政治也有争议，也有党争，但它至少允许公开更替，也允许制度化交接。中共这套东西，最难的恰恰就是交班本身。所以习近平第4任期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个人的去留，实际上是整个体制对不确定性的回应。如果没有人敢接，如果接的人都不够强，如果换人会比不换更危险，那他继续留下来就不是偶然，而是体制推出来的结果。这就是今天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